大家好，我是扫地僧。很多网红都预测金融危机什么时候到来，原因就是这个话题非常吸引人类的目光啊。2021的时候呢，世界首富马斯克就说2023之前就会爆发金融危机，那你信还是不信？但就算信了又如何呢？你也只能是点点头附和一下，因为你根本都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现在有多少人股票还是被套牢，比特币还是照赔钱，对吧？所以我们真正的投资者呢，压根不会在意金融危机到来的具体时间，因为我们不是搞预言的，投资也不需要搞什么预言，我们只需要知道现在处于什么阶段，这阶段什么资产会赔钱，而什么资产反而会暴涨，然后我们只需要买入暴涨的资产，卖出暴跌的资产就可以了，对吧？我们不需要提前预判金融危机的时间，原因很简单，今天我们知道股票已经出现了将会下跌的规律，那我们就不会持有股票。当股票开始下跌的阶段，我们也不会买入股票。当金融危机全面崩盘的时候，我们还是连股票一眼都不会看的。因为这3个阶段，我们都在期货或者其他市场赚钱的时候，你股票跌不跌，关我什么事啊？等到全世界连瞎子都知道金融危机结束了，股票刚踏进牛市，我才慢慢的买入股票。我不需要抄底，我只需要赚钱。当牛市闭着眼都赚钱的时候，我不需要提前在10块的时候买，我等到20块才买都可以，因为股票涨到40块，我还是赚了1倍。我想说的是，这金融世界的每一项资产，无论是比特币、股票、债券还是大宗商品，都有他们自己的泡沫，都会有破掉的时候。而我们投资人呢，就是要知道每一项资产的属性，什么时候这资产会暴跌，那我们就买它的替代品去赚钱。那具体如何做呢？我一直都没有公开，原因就是我想在今天40万订阅的时候报答大家，给大家一些干货中的干货。在金融危机周期变化的时候呢，其实就是财富转移的大机会，是富人与穷人的分水岭。所以你预期这部影片会很详细，因为我实在很感恩你们风雨不改的陪伴。我只希望大家发财了，可以回来跟我报喜，所以一定要点赞，这样就可以在播放列表里面找回这部影片。而这个频道是专门培养老板、企业家、有钱人的。如果你不想错过这些资讯，你可以考虑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开小铃铛。首先，老一辈的人投资，他们会告诉你，你买进一只股票以后，什么都不用干，也不用看，你翻了20多年，等到你儿子出生的时候，你那笔钱就会翻几十到几百倍。为什么？因为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人类的发展只会越来越富有，对吧？以前谁能想到可以坐飞机在天上飞？谁能够想到可以用手机上网？也就是说，我们的收入也会因为行业升级而提升，代表着我们手上的钱越来越多，要找一个地方去花。加上全世界不断的印钱，导致了我们只能把钱投资在股市里面，避免贬值。因为股市的门槛是最低的，这也代表着股市长期是会上涨的，没错。那是不是就可以代表着你可以闭着眼睛买股票呢？我只问大家几个问题。很多人现在买的股票都被套牢了，那这些人会不会觉得很难受呢？看着自己的财富从100万变成50万，你是不是还能告诉自己，只要我不卖我就不亏呢？你会不会问自己，如果我现在不卖，明天跌到10万的话，那怎么办呢？假设明天还真的跌到了10万，你还不卖吗？就是因为人类的贪婪和恐惧，所以就会带来了非理性的大危机。只要这里面夹带了情绪，股票就不会是直线上升的，而是波动的，是有起伏的。整个股票市场是有周期的，也就是代表着涨的时候可以很厉害，但跌的时候也可以更厉害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在泡沫形成的时候进场，在泡沫破灭之前不贪心，把股票套现离场，转移到其他稳健的资产，然后再等下一次泡沫的形成，如此重复的操作就可以稳健的赚钱。什么意思呢？我们看世界经济投资史上第一次的金融危机，郁金香的泡沫。很久以前有一个荷兰的老板从土耳其把一朵郁金香带回了荷兰，由于这花呢是进口货，然后这个花从种子到开花要7到8年的时间，那物以稀为贵，对吧？而且有钱人就比较喜欢装，比较喜欢摆格调，所以拥有郁金花这件事呢，就成为了有钱人的符号。大家去思考一下，那些奢侈品啊、劳力士啊，还有之前的 NFT，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只有行家才懂得欣赏这些东西的美啊，但是呢，一旦这个风潮形成了，
就会有金融巨鳄去利用人性的贪婪和恐惧去操盘，也就是去替羊群剪毛。逻辑很简单了，只要去宣传一个概念，叫做财富效应，告诉你今天买了，明天一定可以用更高的价格把它卖掉，让所有人都看见哦，原来搞这东西呢，真的可以很快赚上一笔，不是骗人的，钱真的可以收进自己的口袋的。那这样购买的人就会变多，金融巨鳄就可以为此开设一个交易的市场，就好像今天的股票交易市场一样。你可以看见郁金香整个炒卖的过程呢，是从宫廷蔓延到了中产阶级，再蔓延，最后成为了全民的运动。所以你意识到了吗？最赚钱的是谁？能够操盘的人是谁？当然就是最上游的人啦。风气是他们带的，而供应却在他们的手上。而最底层的羊呢，因为没有钱嘛，所以他们最渴望的就是钱。他们在钱面前呢，事实上都是下降的。也因为这样，从古至今都是这样剪羊毛的。上层的人给你设计一个低买高卖的游戏，让你把价钱炒上去，告诉你这样就能够获得利润，让你成为炒家。那这时候，就算本来是很有理性的人呢，但因为没有钱，他们也会变成不理性的其中一位，已经不会去在乎郁金香这被炒卖的商品它本身的价值了，不会在乎它只是一朵花而已。只要东西涨了，就没有合理和不合理，只要能赚钱，那都是合理的，对吧？所以全世界的黄金和白银都流到了荷兰去炒作郁金香，这有多夸张呢？当时一个富家千金出嫁的时候，嫁妆只带了一朵郁金香，很小气，对吧？但是那个男的全家呢，都感动的要跪下来流泪了，因为一朵郁金香就可以换几个酒庄。那么问题就来了，卖郁金香这生意这么好赚，为什么只有少数的商人在卖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贵族的权力的控制者，他们的钱还没有赚够吗？当时荷兰开设了全世界第一个期货市场，名义上是告诉你可以用现在的价格去预购明年的郁金香，实际上呢，上层的人已经开始透过做空去散货。具体的操作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反正就是如果郁金香的价格下跌的话，跌得越多，他们赚的就越多。这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土耳其那边大量郁金香抵达荷兰，也就是说整个市场的供应都增加了，郁金香不再是那么稀缺了，满大街都是啊。但这还不够，还不能激活人的恐惧，所以就要配合一些传言。说有一个船上的小工因为肚子太饿了，实在找不到东西吃，于是乎呢，就误把一颗郁金香的花茎当作是洋葱来炒，把它吃了。这传言就一传十，十传百，荷兰人呢就好像睡醒了一样。对啊，原来郁金香只是一棵植物，现在满大街都是，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值钱啊，所以就导致了大量的抛售。6个星期内，价格就跌了90%啊！羊群的财富瞬间被洗劫一空。还是以前那个问题，他们的钱被谁赚走了？为什么突然之间会有大量的进口呢？这就是万恶资本家把你的钱赚走了。我财雄势大，你住的地方是我的，你就要交我房租，你没钱交房租，就要替我工作，为我赚钱。所以财富都是被顶层的人控制，你不能指望别人在帮你，因为政府都可能是受害者，而只有穷人才会反抗。而我选择支持他们，并且加入他们，因为这就是弱肉强食的资本规则。那么很多人都私讯我说，想要摆脱这样的命运，读书的看不到未来，上班的无限轮回，有家庭的拿命去换钱，做销售的去跪舔客户，创业的连产品都卖不出去，就好像怎么做都是瞎搞。看着2022年就快要过了，还是无法突破。那为此呢，我准备了一个免费的培训，我会在里面免费的公开3个商业机密给大家。毫不夸张的讲，当你和我的思维连接了之后，你就可以瞬间的打通任督二脉，你将会自己成为一个资本家，你将会拥有一个自动化赚钱事业，至少你不需要在这循环里面了。那大家可以在影片描述上的第1条链接去报名，免费的，只有人数限制，还有不能重播。那么回到刚才的问题，如果你的资产跌了90%，你会怎么样呢？金融危机之所以那么多人跳楼，就是因为他们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而我们反而可以透过这个危机赚钱啊。后面教大家具体的操作。先说原理，从前有一个依山傍水的庄园，里面只住着一个非常有钱的贵族。结果有一天呢，一群非常牛的盗贼把他家里面的钱财洗劫一空，什么字画、钞票啊、跑车、电话，甚至连食物都盗走了。
虽然如此，但这大富翁还是在国外有良田万亩，豪宅万间，还藏了黄金万两。但是当下他一无所有，他唯一能做的就是靠自己的双脚一步步的走到最近的村子去找食物。但这样走的话要走10天。那么问题来了，这个人他所面临最大的危机是什么？他虽然说钱财被洗劫一空，但他还是有很多固定的资产的。实际上呢，他还是很有钱的，对吧？只要他能够走出去，他就能够把这些资产变卖。所以他面临最大的危机呢，就是走出去的这10天能不能活着。那你会发现，就算他有这么多固定的资产，也不可能改变他成为白骨的这些命运啊。其实这就意味着，在金融危机的时候，很多人破产了，并不代表他没有钱了，而是他早就把现金转换成固定的资产，同时又买了股票，他没有足够流动的现金。那这时候如果股票崩盘了，他就不得不急着把房子卖掉，就好像那个富翁快要饿死了，你再多的豪宅金条都没有用。如果这时候我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一碗牛肉面，我告诉他我这边有无数的食物可以帮助你活着走出去，但条件就是分他一半的资产。那你分不分呢？你不分也得分，对吧？你死了就只是一堆白骨，你活着还有一半，你还能东山再起啊？这就好像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一样，除了美联储、财政部，美国最有话语权的人就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老人，叫做巴菲特。他手持大量的现金，在大家出现流动性危机的时候呢，不得不把优质资产变卖的时候呢，说句不好听的，他趁火打劫。那你发现了吗？今天是什么情况？战争、关税、升息，一系列的打压经济，大家是不是已经感受到很多人已经出现了流动性的危机呢？我几个月前的影片是不是已经提醒大家，比特币、股票还有日元等等会因为美国升息而短暂的并且很迅速的暴跌呢？那在这期间我们在做什么？除了投机做空以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有步骤的在高位把我们的资产转化成现金。做什么？等待收购优质的资产啊。那扫地僧你说了这么多，你到底是如何判断什么时候应该买入什么资产呢？我现在就把这一切传授给你，耐心的听了。之前已经说过，经济分为4个周期：萧条、复苏、繁荣还有衰退。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萧条，就是说股市在暴跌了以后开始不跌了。我们可以去看股市的大盘，也就是道琼斯指数。首先为什么要看美国的？因为现在霸权的就是美国啊。其实我说了很多次了，大家看，在2020年5月的时候，紫色50天平均线，而黑色这一条200天平均线停止了往下跌了，慢慢的变得平和起来。但这并不代表这是底部。其实我们无法在当下时候去判断这是底部，是萧条期，因为它可能只是休息一下，然后继续的往下跌。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操作。这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盈利的期货，还有做空获利的钱获利离场，等一下会讲。但还不能买股票，很简单，你去抄底的话，这个可能只是山腰，还可能会继续的跌嘛。你当下是不可能知道它会不会下跌的。但有一点很肯定的是，在3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所以打开了印钞机，不断印钱的降息。那这时候呢，最好投资就是买入债券。记着，债券是国家进行经济刺激的最敏感的一个监测器，它会立刻反映在它本身价格的增长。记这个逻辑了，大家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现在你只需要记着结论就可以了。如果债券开始走牛，走出一波大牛的行情，那么就一定意味着国家在背后开始货币政策的刺激了。虽然它不会告诉你，虽然整个市场的现象还是处于一片暗淡当中，那么这时候呢，债券为王。但不买也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还是可以持有现金，不做任何操作。这时候表面还是一片颓废啊，市场的情绪还是处于恐慌里面，但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任何赚钱机会都是来自于经济已经烂到爆了，我们就继续等着政府它加大力度的刺激我们，把钱花出去，对吧？虽然不花钱的话，我们的现金就会贬值，不过别怕，政府它会撒钱，然后给出很多投资的机会。而绝大多数的人呢，是嗅不到这个味道的。但我们可以记着，只要是政府开始印钱或者开始刺激房市，就是我们准备出手的机会。然后就到了复苏期，也就是第2阶段，我们继续观察股票大盘。当50天平均线高于200天平均线，也就是说大家都开始赚钱了。
这时候债券就会走到一个淡牛市。那我们除了一边要慢慢的卖出债券盈利，我们还要开始对股票进行布局。因为当债券涨到一定的时候呢，增长率开始下行的时候呢，那么钱就会流去下一个市场。这时候因为政府告诉大众，借钱投资的成本很低，当你拿着现金的话就会贬值，那么股票市场当中的一些因为熊市所造成被低估的股票就会开始上涨，我们就要慢慢的介入，慢慢的吸收筹码。至于怎么买股票、选股票这些，大家就去看我之前的影片吧。但这个阶段是任何新手赚钱最快而且最稳的阶段，因为股票市场进入了长期上涨的趋势，你真的闭着眼睛买，因为大多数的情况就是今天买，明天就会涨，就好像郁金香刚开始的泡沫一样，所有的人都为之了疯狂的状态，不会有人卖股票，大家都看涨股票，而就算被大户洗盘亏钱了，但只要你不卖，也真的很快的涨回来，甚至还会涨几倍，对吧？你看股市从20年涨到22年，因为这叫做股票牛市，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前瞻性，既不要步子迈得太大，因为这样的话你就是先烈，但是呢也不要说反应不过来，我们要刚好提前半步，那我们就是投资的高手了。所以在复苏期我们不要持有现金，因为会贬值嘛，也要把债券卖了。同时呢，我们就要去留意大宗的商品，因为接下来就是第3个阶段繁荣期。股市里面，我们看50天平均线和200天平均线的升幅已经开始变慢了，甚至开始走平了。这时候我们就要注意，这可能就是繁荣期的出现，也就是股票牛市的结束。一般我们都不会贪心的，因为从下面买入股票，我们的利润已经很可观了，所以我会卖掉1半左右的股票，获利离场。因为经济的活动过热，就会引发这通胀的上升，这时候政府就会开始出台一系列的打压的政策，比如说升息、关税等等，对吧？所以我们就要转移市场，去关注这个仍然处于低迷的期货商品市场。你会觉得一切很巧合的是，我在3月份的影片也提前呼吁大家，我会把钱转移到大宗的商品，比如说原油期货、小麦期货等等。尤其是当俄乌战争发生了以后，就更确定了。因为这2个国家是能源的出口国，他们掌控了欧洲大部分的能源。而我知道一个规律，就是当股市进入了繁荣期的时候，钱就会慢慢的流去大宗商品的期货市场。那我们也不需要动什么脑子，对吧？就是跟着这个趋势去布局原油期货就好了。有开车的人就知道最近的油价有多贵，对吧？所以在繁荣期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边去布局商品的期货，一边慢慢的离开股票市场。不要去碰债券，也不需要持有太多的现金，会贬值嘛。那各位听到这里，能不能融会贯通呢？去判断现在属于什么周期呢？有敏感度的人都知道现在是衰退期，对吧？但我们要理性的去分析，就是要有证据，不能够凭直觉。我们看美股的大盘，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当紫色这一条50天平均线跌破了黑色这一条200天平均线，这就代表了200天之前买股票的人，他们的成本比50天前买股票的人高啊，也就是代表着有大量的人已经开始赔钱了，被套牢了。这是非常准确去判断经济周期的信号啊。出现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手上一定不可以持有股票，这是最后逃生门。告诉你，现在股票准备要崩盘了，严重一点，甚至金融危机也会到来。所以这时候最好的投资呢，就是持有美金。而我自己的话，就会找投机的机会去做空其他暴跌的资产，比如说我之前教大家做空日元和比特币，因为这赚钱是最快的。有订阅我到40万订阅的老粉丝呢，就会知道跟着我这样去操作。这时候你不要去买入债券，别以为股票崩盘了，钱就会流去债券，不是的。因为你看现在美联储升息，更多的人喜欢把钱放到银行，而不是放到债券，所以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所以在衰退期呢，最好的做法就是持有现金，或者做空其他暴跌的资产，甚至是股票。因为在衰退期就是熊市嘛，那么复苏期就是牛市嘛。牛市我们买入股票，那熊市我们当然可以做空股票啊，反过来而已嘛。所以在现在，也就是衰退期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不能持有股票，反而可以做空股票。但做空很考验技术，因为很可能牵扯到杠杆。没有信心的新手，最好的方式就是持有美元，或者开始留意债券市场。其实很多人都认为投资是最快致富的方法，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就是因为你的潜意识被主流的媒体洗脑了。你会看见有些人会瞬间的致富，但你看不见的是他们赔钱的时候跳楼的情景。我们说真正的财富自由并不是频繁的交易，而是我们拥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事业，而这事业可以不断的并且自动的为我们带来被动收入，这样我们才可以在旅行的时候，在带孩子的时候都不需要考虑钱，这会影响生存和生活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件事呢，第一，这事业要跟对趋势；第二，它可以自动的赚钱，而唯有在 YouTube 做自媒体才可以做到。因为你只需要每周做几件事，写文案、拍影片、设计封面图，最后把影片上传到 YouTube， 就有机会引到源源不绝的流量。这流量为王的时代呢，你不但可以获得 YouTube 的广告费，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把潜在客户变成忠诚的客户。除了可以接业配、联盟行销，还可以把客户引流到自己的实体生意。比如说你是魔术师，你搞一个表演，那么你的粉丝就会在 YouTube 接触到你的这个信息，然后到现场支持你。这原理呢，无论你做各行各业，比如说你是卖房的、卖保险的，你是健身教练、开餐厅的等等，都可以为你带来源源不绝的曝光和宣传。最重要的是，整件事是免费的，你不需要像大企业一样花几个亿找代言人，然后再花几个亿去打广告，因为你自己就是代言人和曝光。你甚至可以像我一样，透过把知识做成一个课程，帮助其他人获得结果。比如说你去线上教人英文、教人追女生等等，这些不但方便了客户，还没有什么大的成本，那么这才叫做线上生意。而我在这边的专业是有目共睹的，1年左右的时间就拥有了40多万的订阅。我是少数教大家在 YouTube 创业，而不是当 YouTuber 的人。而教练的素质决定了参赛选手能不能走得远。如果你有一个老板梦，如果你想要给家人一个更好的生活，如果你现在没有什么钱，不懂营销、设计、SEO 创业等等，那么我的创业商学院会直接给你一个系统，你只需要直接套用在自己的身上就可以了。我认为创业是一门科学，是可以复制和实践的。我会直接告诉你有什么可以做，怎么做，包括怎么选题、怎么制作内容、怎么制作缩图等等，还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最重要的是，当中结合了我做生意的道语术。如果你有兴趣成为我的弟子，你一定要透过影片描述上的连接走进我们创业商学院。现在除了前期的还有优惠以外，我还会送赠财富自由品书会永久汇集。我会在里面不定期的更新财富自由课程，包括销售啊、地黄书啊等等。我们团队还会为您解读100本书的精华。最重要的是，我们拥有一个强大的 Facebook 精英群组，里面几千人互相的抱团，互相的交流赚钱的第一手资讯，互相的认识。那么如果你真的想要改变命运，想要跟着我们学习互联网创业，真的一定要把握我们前期的优惠，因为我们很快就要取消了。那么听到这里呢，很多人就会觉得还是不懂啊，有没有什么懒人的投资法可以在任何周期投资呢？其实我早就教大家投资房地产了。我们买房不是为了低买高卖，而是把它租出去，赚租金这被动的收入。你可以这样理解，比特币是火箭，股票是法拉利，而房子它是一个大卡车。相对来说，经济周期对它的影响比较不太敏感。像现在你看到很多股票评论员呢，他们都在说房价大跌什么的，但你有留意到房价跌了 5%， 但股票已经跌了 20% 啊。买不起房的人呢，不会因为现在房价跌了而买得起，对吧？而且跌了就跌了，反正我们也不打算卖。长期以来，你看几千年的历史，房价都是上涨的，对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股票评论员会去踩地房市了吗？因为他们想要转移视线，转移他们之前教大家买股票，结果现在跌了 20% 的视线。我们说涨跌都会有一个惯性，房子这个大卡车开始下跌的时候，经济就已经开始复苏了，那房子又开始会上涨了，是不是这样的？08年就算金融危机，如果你没有断了资金链，就算你房子跌到了一文不值又如何呢？现在不都给你的本金翻了最少几十倍吗？所以真的没有必要把房子炒来炒去。我们要的不是赚一笔过的钱，而是要长期获得足够养活我们的租金收入。而且就算你要炒房，你按照我之前教大家的方法，在大城市选购被低估的房子，我们就有一个安全网。我们用800万去买1000万的房子，那就算房价现在真的从1000跌到了800万，我们也不会啊，因为我们已经在收了几年的租金收入了。大家听懂了吗？房子在我们看来是优质的资产，
所以我自己的玩法很简单，在第一个阶段萧条的时候买入债券，赚到钱以后买房子；在第二个阶段复苏的时候买股票，赚到钱以后买房子；在第三个阶段繁荣的时候买商品期货，赚到钱以后买房子；在第四个阶段衰退的时候买入美金或者是做空股票，赚到钱以后买房子。而平时我自己创业搞项目，赚到钱以后也是去买房子，就好像大富翁这个游戏一样。真正的致富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不断的累积房子这优质的资产。我从来不怕房价崩盘，因为我会在这个机会变得更富。而其实你可以发现，其他金融产品的泡沫，无论是比特币、外汇、股票等等，都是这样的规律。金融机构会先吸取筹码，控制了上游的供应量，然后透过新闻和媒体，不断的让你觉得买入这一项资产就只会涨不会跌，你就不会抛货，导致了市场长期供不应求的状态，这样就可以方便他们拉升价格，最后散播负面的信息到期货市场做空出货。那既然我们掌控了这个规律，只要我们能够发现这泡沫，我们就可以在泡沫变大的时候捞一笔钱，赚到钱就跑了，把钱转移到其他的替代品身上，再等这个泡沫变大。这就是我们的玩法。如果下一次机会来临的时候，你不想要错过，那么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打小铃铛，继续关注我的消息啊。接下来的每周四8点30分，我都会继续分享关于成为富人、企业家、投资家、达到财富自由的免费信息。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给我留言。只要你们能在我今天说的内容里面找到一两句话是有用的，能够帮助自己的人生过得好一些，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真心的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还有帮忙分享出去的兄弟姐妹们早日达到财富自由。好了，我们下个礼拜不见不散，拜。